们2024年的 revenue 的话已经达到了2000万。做 F&B 选址真的可以定你生死，同样的食物你开在不一样的区域，它的 sales 可以差很多倍。小白他们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我会 advise 他们去 study 数据。成功的人都很自律，只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他多么的自律。每一天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我慢慢可以超越别人。你的自律是为了让你以后可以自由。如果我再不去争取回来的话，以后一辈子就要这样子平平淡淡吗？我也不想，我想要做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内耗也很累，后悔也很累。这样子的话，行动咯。Everything happen for a reason。只要每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就想回去，你为什么开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Estelle，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Estelle， 来自新山，是90后的餐饮创业者，今年在餐饮界已经是第4年了。然后目前我们旗下有4个牌子，2个牌子是主打南洋茶室，和另外2个牌子是主打 Western Cafe。而这4个牌子的名字分别为 Principal Cafe 和 Palace and Bagel， 还有 Party Kopitiam and Pacific Coffee。Estelle， 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31岁，94年。Estelle，你的背景是什么呢？你在大学是读什么？之前我是在英国主修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然后之后是读完了 degree 才回国的。对，就你毕业了过后马上就开始创业，进入餐饮业啊，还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没有，其实那个时候我升学回国后，我一开始也是以为我会进到 accounting firm 去继续累积经验，去 develop 我的 career。可是很恰巧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其实是从事这个民宿管理的，然后她刚刚好缺人嘛，所以我就过去帮她，就踏入了民宿管理的这一块。但那个时候你从你母亲身上接手这个民宿生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几间呢？那个时候是有8间，然后接手过来之后，我们大概也是做了一个4年嘛，我们就扩展到了大概60间，最高峰是大概60间左右了。对，那个时候 revenue 大概多少呢？我们的 revenue 的话，在2018年和2019年的话，可以达到2个 million per year。2个 million。这样民宿其实做得好吗？这样为什么突然会变成餐饮业去？对，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民宿的起步期，也是result 也蛮不错嘛。其实我们还是想要继续发展的，可是很不幸就是刚刚好遇到 COVID， 在2020年的时候遇到 COVID，就是因为一个 COVID， 其实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垮了，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踏入餐饮业这一块了。因为就算我开回来的话，因为政府有很多新的措施，这个那个，我们会尽量去 comply。可是就算我们去 comply 了之后，可是 customer 他们还是很有所保留，因为毕竟大家都很怕嘛。所以就算你有 comply 了之后，他们还是会 prefer 去酒店。这样子相较于之下，我们就变成你开着 business， 你有那些成本全部都一样在跑着的，你人工成本，你这些租金那些，你全部都在跑着的。可是你没有 income， 你没有 revenue 进来，这样子你的 business 真的很难 sustain。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再等，也等了差不多，观察了和等了差不多8、9个月，就真的觉得如果我继续再等下去，我真的就是坐以待毙。你是怎样开始的？我们住了一整栋楼，它是4层楼，然后可能它的1、2、3楼都是做成那个背包旅客的住宿，就是 backpacker hotel。然后我们楼下 ground floor 有3间门店，第1间就是变成我们的 hotel check-in lobby， 可是第2间、第3间我们是其实打算想要租给别人的，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变成没有人要租，你要扛着那一个整栋楼的租金，你不可以再等啦，你再等下去那就算肯免你租金，可是他也要生活，他不可能一直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我们觉得我们 OK，essential 是 F&B， 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些做生意的经验结合下来，总结下来，我们觉得 let's start， 马上开始行动。我们就直接用了我们自己楼下的门店，就开了餐饮业，然后就从那边开始起步。因为刚好也是有2间嘛，所以其实我们一间是拿来做成南洋茶室的餐饮，另外一间其实就是 focus on Western Cafe， 就是不一样的品类。很多人也会问，你们隔壁这样子开，这样子你不是自己抢自己的 customer？ 一开始我的认知也会这样子觉得，所以也是很犹豫。可是后面其实你再去更深入了解的时候，因为你的 target customer 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抢到对方的，就是你没有抢到自己的生意，反而就是因为你这里两个都有，然后更多人来这里来你这里吃东西，这里消费，所以来南洋茶室的他们就看，哎，你隔壁有另外一间，下次他们也来 try， 这样子的话，你隔壁的那个他们知道这一间，这样子的话，下次他们可能也会来 try， 其实是不一样的客户群，因为他们会在你去 cafe 可能你在拜六礼拜很想要去享受的时候去，可是很像南洋茶室是你 daily comfort food， 你是需要 daily 去吃的，你可能上班做工还是什么，你就会这样子比较低消费的你去吃，所以基本上是互惠，我们观察下来是互惠，互相帮助到，其实，所以 Estelle 你那个时候你们 start 的时候是2间的，一个是 Kopitiam，对，另外一个就是 Western。对对对。那么目前发展到现在是大概几间呢？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是开了12间，就是我们旗下其实有4个牌子，2间的话是2个牌子其实是 focus on 这个南洋茶室，另外2个牌子的话是 focus on 这个 Western Cafe。就目前的 revenue 大概去了多少呢？我们在2024年的 revenue 的话，已经达到了2000万。但其实啊，Estelle 你刚才提到你有4个品牌，其实你们的主打产品是什么呢？我们的南洋茶室目前我们想要主推的那个牌子是名扬茶室，它英文名叫 Pacific Coffee。它的主打的话其实就是3合1炸年糕。其实3合1炸年糕的话，你看在整个 Malaysia 只要是华人 community， 其实大家都懂这个3合1炸年糕是什么东西，而且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可是恰巧其实没有Kopitiam他们主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产品你不需要教育customer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已经是他们的平时都会吃的东西了。再来就是没有Kopitiam他去主推这个东西，变成它是一个蓝海。蓝海的话就会你有机会，你可以从这个细微的这个主打产品你去突破，去让人家记得你。所以我们就这个名扬茶室 Pacific Coffee 我们就主推了这个年糕这一块。而且到了新年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会推出年糕礼盒，也是比较热卖的。因为可能推出一个年糕礼盒的话，我们可以 additionally generate 可能多一个，不会很大，可是它是可能有一个50千的 additional 的一个 revenue， 就是在我们可能来 pass record， 就是今年的 record 嘛，我们其实只卖了那个年糕礼盒2个星期而已，平时往年我们都会卖1个月。因为今年我们把整个 design 整个东西全部 up the game， 我们全部elevate 更好的一个包装也好，它的口味有更多的口味，然后还有更多不同的 size， 为了去 cater 这一个 market 嘛，所以变成它是一个比较多选择的礼盒，然后 customer 就是它间接和直接的 boost up 整个 sales。所以2个星期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差不多多一个50千的 sales， 所以它对一个牌子你在做 seasonal 这些东西，其实它可以很帮你冲你的 sales 上来，又不会影响到你 daily 的 operation。而我们另外一个牌子的话，就是Western Cafe 我们会主推的就是这个贝果，就是 Palace and Bagel。大家可能目前因为以前我们上这个 Palace and Bagel 是大概在1年半2年前吧，那个时候贝果在 Malaysia 是还没有那么的盛行。所以我们讲 OK，let's give it a try， 因为毕竟所有东西都是机会嘛。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人力的资源 knowledge 这些东西，团队都有在了，我们来 OK， 我们 give it a try，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贝果的品牌。为什么会选贝果？好像你讲它可能不是很多人懂啊，比较冷门。为什么会选到它呢？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让我们自己的 bakery team 他们去 R&D 一些新的 product 出来，然后刚刚我们的 bakery team 他们就出了这个贝果，然后我们就它是一个 seasonal 的 gifting 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推出了 market 嘛，刚刚好反应也很好，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目前我们团队有这样子的 talent。然后在第2点的话，就是我以前在英国待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英国我也很喜欢吃贝哥。刚刚回到这里就觉得 JB Market 没有这个东西，不是很盛行，可是它是很有 potential 的。因为我们去 study 了之后，马来西亚有60多%是马来客，而马来客他们很喜欢吃 burger， 而 burger 他们每次都会配着一些可能炸鸡鱼柳包这些东西。我们推出的咸贝果，它是一个很 suitable 的一个东西去 substitute 掉这个 burger 的，所以就是因为study 了种种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个 bagel 在整个 Malaysia market 它是一个蓝海，它很有 potential， 所以就是促成我们就延伸了这个主打 bagel 的这一块去 develop 了。本来是我很好奇啦，就
为什么你这样有4个品牌嘛？为什么你不集中发展一个，而要 develop 4个这样多呢？ OK， 好，其实为什么我们 develop 4个牌子，也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把我们觉得很主打的产品、明星产品，去把它全部包在一个 brand 里面，就很像说 for example， 如果你一个 brand 里面你什么都想要去推，你到最后你就抢不到 customer 的客户心智，因为 customer 他记不得你，因为你又要推，可能你又要推croissant， 你又要推 toasty， 你又要推 pasta， 又要推 pizza， 当你全部挤在一起的时候 customer 记不得你，你抢不到 customer 心智，就很像 for example， 当你说 OK， 你在马来西亚你讲到 burger 你会想到什么？一定是 McDonald， 就是因为人家已经把 burger 变成 McDonald 连接在一起了，而我们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点，就是当人家讲到 burger 在 GB 的话，他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的 Palace and Bagel，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要很主要的去打这个产品，这样子的话 customer 才会对你的记忆点更深。就是你不同的主打吧，其实背后的团队那个 chef 那些是一样的。对，其实我们的背后的核心团队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南洋茶室的话有2个牌子，Padi Kopitiam 跟Pacific Kopi， 他们其实后面的核心团队是一样的，都是南洋厨师和这些 service crew and things。然后我们的 Western Cafe 这一赛的话，其实是有这个 Principal Cafe 和后面创立的这个 Palace and Bagel， 后面的核心团队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就是用这目前现有的资源去 develop 一个新的 brand with 一个新的刀尖产品。Estelle， 你能分享一下选址选 location 有什么秘诀吗？说真的，其实在你做 F&B 选址真的可以定你生死，因为可以同一个牌子同样的食物，你开在不一样的区域，它的 sales 可以差很多倍。这个是我们自己经历啦，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同个牌子开在不同的区域，然后它 sales 真的差很多。然后选址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很多人都会看在什么东西，很多人要看在你的人流，可能你要看在你的那个人流大不大，还有你要去study那个人流是不是你的 target customer，因为有时候可能那一区是很大的人流，为什么有些店选到了对的，就是店选到了一个很好的 location， 可是做不起，是因为那一区人不是他的 target customer， 那些人是不会来去他的这个店消费的，而且有时或者是可能你选到这里开了，可是你放了，因为你觉得人流量很多嘛，所以你就觉得，我可能我的价钱可以卖更高一些，还是什么，一定会有 customer 来。可是你一定要去 study 那边的 customer crowd， 因为那边这样 for example， 就比如说嘛，我们在新山区，它是超级靠近新加坡嘛，我们新山区有一个叫程序连接老街那边文化街，会去那边消费的新加坡人，其实他们不是要 earn for很 high end 的 spend， 他不会去 spend 很多在那边的，所以当你在那边你开 cafe 的话，可是你的价格超高，他们基本上是不会进去消费的，是因为那边有很多 cafe， 然后大家都做得很好，可是就是偏偏你的那个价格那么的高，可是食物可能品类没有差很多，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创造更大的价值给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去那边去你的店？长久下来其实基本上他们customer 都是明智的，他们走走看看尝试了之后，他们会去更适合他们或者性价比更高的店。这有没有哪一间店的业绩是比较特别特殊让你 surprise 到呢？有，就是我们有一间门店，它其实只有1600 square foot， 是蛮小间的，可是我们就是让它可以尽量做50-60个人它是在JB 的那个程序连接老街文化街那一边，然后因为那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嘛，都是旅客，都是想要来这里 spend 的，然后我们在这里的门店其实它是可以 generate 差不多，它高峰最高的话可以去到280千本万。本万280千。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result， when 它是这么的小间。这样你觉得那一间它赢在那里？那边有很多 cafe，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这样子你竞争力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有竞争力是好事，就是因为你那边的选品，就是你的选的 selection 够多，customer 才会想要来这里去，要不然他来你这里只有你这一间。那就闲聊嘛，所以就是当大家都是在那一区的时候，其实间接的可以让更多 customer 来到这里，那个是第一个点。然后我们那边会做的比较好，也是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说，你的可能design 风格，你要让他们有感觉，这里比较不一样。其实我们的 Palace and Bagel 第一间在老街那边的，我们是被说
叙利亚风。为什么？是有点像给炸弹炸了一个大洞，就是破了一个大洞在前面，然后可是我们还是很保留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建筑风格，因为我们是很喜欢文化这一块的东西，那边是文化街，我们都把它里面原本的东西都保留下来，所以装修风格上面是虽然有点像叙利亚风被炸掉的感觉，可是 at the same time 它还是很 cozy 的呀。蛮特别一下，嗯好像是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对，一开始大家来这里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打卡点，可是后面他们吃了我们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管控着，就是如果你的 business 你要做长久的话，他们吃你的食物，你可以赢得他们的心，他们真的会一直再继续来。就是你的 service 要做得好，你的食物也要做得好，这样子的话，当环境好 service 好食物好，他们就真的会一直再来。这个也是我们那一间门店可以到现在差不多也是1年多了吧，它的那个 sales 还是蛮不错的。这样 Estelle 你进入开始餐饮业4年了嘛，从一开始0到现在12间，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东西在摸索嘛，你有踩过这样一个坑吗？基本上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选址踩过坑，因为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一间店面，就觉得很靠近我的住家，这样子的话可能去做一个餐饮又很方便，然后时不时也可以去看店嘛，就去选那个地方，而且他们是被初顶出来的，也很便宜，可能就3万块我可以顶完整间店了，然后觉得很多东西里面都可以用到，所以就顶下来了。可是后面才发现到，其实拿下来了之后，后面其实你发现到，其实你顶下来很多东西，那些器具不适合你用，所以你买下来其实是没有用的，你白花了那个钱。第二点的话，那一区其实当你进了这个店进来，它会有 sales 嘛？它会有 sales， 可它不是 the best location， 所以它的 sales 是很平平无奇。如果有一个什么一些疫情来啊，还是什么的话，我不觉得它可以 survive 得到，因为它没有足够多的人流量去 support 那整个大环境，那整个我们的门店，所以我觉得选址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租金便宜，不要因为出顶费很便宜，就这样子栽了进去。你要选的一定是租金再贵一点，可是它的 location 很好，人流量很大，然后也是你的 target customer， 那个才是你更需要去看的点。而且里面出顶的东西，如果不是你适合用的，你要先去study，如果不是你适合用的，那个是给了很便宜的钱，也都是浪费。这样也是这样，你讲 cafe 可是 cafe 有这样多的品牌，你是怎样在市场里面杀出一条血路呢？OK， 好，我觉得看这2个点，就是第一个是以终为始，第二个是你要够聚焦。以终为始的话，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在你这个创业的过程，你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因为当你自己都不懂你要去到哪里一个点的话，你不可能达到那个点，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你要达成什么东西，你要达到什么东西，你要开几间门店，你要创造什么价值，这样子的话你才懂你要去到哪里，你才可以分成阶段，可能来 3 years down the road 5 years down the road 你要 achieve 什么东西，那个才可以让你 keep it going。第二点的话就是聚焦，当你的产品你什么都推出的时候，人家不会记得你，所以 focus on 你的刀剑产品。这样子的话，你 for example 我们的 Palace & Bagel 是 focus on 这个鲜贝果嘛，然后这个鲜贝果就我们一直去主推，当很像人家来问你的话，你要介绍的也是这个，而是你不可以 customer 进来就这个也是这个什么来把pasta 也是主要产品，然后 toast 也是主要产品，这些你一定要很 focus， 让 customer 一定就是对你的既定印象就是 bagel 咸的 bagel， 这样子的话，当他去跟人家说这间的 bagel 很好吃的时候，他也懂你们其实也就是主要卖 bagel 的。这个很重要啊，就那间店人家去吃的时候，他你可能因为你的行销，因为你的 marketing， 他过去吃，他走的时候，人家问他，那间店什么好吃啊？如果讲不出，他没有那个记忆点的话，确实是有点 confused。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问身边的人，其实你对我这个牌子，你有什么印象？我们就会看他讲什么东西，我们会从那边去做改善。因为如果他讲不出我想要他讲的东西的话，我就懂，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把他带偏了？因为 direction， 你 set 给 customer 的 direction 是，你给 customer 的形象其实就是你 set 的，你要把他带对 direction。这样子，我们看很多人可能他们会想说，我开一个餐厅啊，开一个 cafe 听起来好像很酷的。Estelle 这样的讲，sharing，很好，很酷，很不错。这样往往他们可能会忽略掉
一些现实中的一些东西。像 Estelle，你在这一行4年嘛，开了12间店，你认为年轻人做餐饮啊有什么误区呢？我觉得大家抱着兴趣去做，没有看数据。数据很重要，numbers 很重要。如果很像新的餐饮人，他们新的餐饮小白，他们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我会 advise 他们，你们去study 数据，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简单的说吧，for example，其实在这个餐饮业的话，如果你的 business 要是一个 profit making 的话，你要看在多少%？你要看在对我们来说，你要看在15%是它的 net profit。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年 business 还是在 make 这就是一个 profit making 的一个 business，你才可以 survive。你可以做到20%的那个 net profit 的话，其实是很 perfect 了的，真的是 excellent。而另外一点的话，你要看你的成本管控。成本有什么？我就说主要的3大成本吧。第一个一定是人员薪资，第二个的话一定是食物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的租金。这3个，如果你可以 cap 在 within 70% for 那个成本那一块，这样基本上你都是很 safe 了的。For example， 就是很像如果你的 monthly 的那个 revenue 是在马币100千嘛，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成本的话，就是你30%到35%你可以去到你的食物成本，然后你的25%可以去到你这个人员薪资 payroll， 还有你可能一个10%是 allocate 去到这个你的租金的，然后你就还有一个30%的 growth， 这样子30% 的 growth 的话，如果你可以 make 到一个15%的 net profit，其实你的这个生意就是一个 profit making 的 business 了，你就可以持续下去。而且当你知道它是一个 profit making 的 business， 你就要看你想不想要复制，它就可以帮你 generate 更多 income。 Estelle，很多人他们做餐饮，可是他们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上不去了，就好像你们目前12间店已经做到2000万这样子一个 revenue 嘛。这样 Estelle，你认为能够做到100万业绩的公司和做到1000万业绩的公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复制性，生意模式的复制性。你一间店你要做到100万可以，可是你一间店你要做到1000万的时候，其实就是很难的，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坎。可是当你这个你可以做到100万的话，你把它复制，因为就是你一定是做对了很多个点，它才可以有做到100万的业绩。这样子你已经做对了这么多的点，你的生意模式已经是成型了，已经是成熟了，在那边了。Why not？你就是从同样的东西你去复制，所以在整个大 market 里面才会有这样多人，好像不管是 McDonald 也好，还是 Juice Coffee， 还是一些其他的牌子，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样子复制？也就是因为他很清楚明白他的这个生意模式是对了，可以 generate income， 他只要复制去其他的地方，他就可以再 generate 一样的 income， 要不然就是同样就是上下差不多的 income。 当你把这个1000万你 spread across 10间店的时候，你只要有时间你就可以做得到1000万。可是如果你要一间店做到1000万的话，它就是时间的负担累，就是绑在一间店上面，很危险。如果一个 COVID 来，你一间店 gone 就是 gone 了，可是10间店它可以帮你 share 掉整个 risk， 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了。那间店的模式要能够复制了。对，其实做生意就是做生意来说，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做对的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往生意可以被复制的模式去。你生意不可以被复制的话，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扩大，你没有办法扩张你整个公司的规模。所以如果你懂你这个生意很难复制，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再去考虑这个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东西。如果这个真的是纯兴趣，它可以为你赚钱，你就做一间的话，你就把它做成顶天立地一间。如果你不是想要只是单单做一间的话，你就把它做成铺天盖地，很多很多很多间去就是去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 revenue。这样 Estelle，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个人啊。像如果 back to day one 啊，其实你有想过会做到今天这样子的 result 吗？没有想过，可是有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就是只要你 start 了，你就一定要尽全力去做。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个点，也就是因为坚持吧。因为每一个人，我个人会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智商非常高的人。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持续的，就是我不断的坚持，就算很多很优秀的人，可是我觉得我的坚持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让我发现我慢慢可以超越别人，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一块很重要。当你够坚持，足够的坚持，你每一天做一点的时候，那个才是会让你可以持续成长和持续前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点。坚持也需要很强大的自律啊。
会需要，因为每个人都很自律，其实成功的人都很自律，只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他多么的自律。可是当你去 study 那些成功的人的时候，他们一定有固定的时间在做这什么样的东西。你的自律是为了让你以后可以自由，所以你前期的自律真的是很重要。当你自律了之后，你自由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安心。那其实 Estelle 你的 MBTI 是什么呢？我是INFJ。这是你认为 I 人适合创业吗？我个人也是一个很 I 的人，可是就是在差不多4-5年前嘛，我才开始慢慢硬逼自己 step out 和变成一个 in between I 人跟 E 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当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转折点、转捩点吧，就是你的一个民宿的 business 就一夜之间好像垮了，你很像你的 value 不见了，你没有了一个目标，你也没有了一个想要去的一个点，这样子的话，你很 lost， 我也很 lost， 我也很内耗这些东西。可是同样的时间点，很多人都在做这改变。就是当 COVID 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做这改变。我又一直看着人家一直 grab 到这些 opportunity， 可是我自己 grab 不到。太多太多的 opportunity 在我的面前消失，和我没有去争取回来。所以我不想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如果我再不去争取回来的话，这样子我以后一辈子就要这样子平平淡淡吗？我也不想，我想要做出一些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把我自己从 I 人 push 去 E 人。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出来交流，我需要出来跟别人对接，我需要拿到这些 market 的 information， 我需要拿到这些 market 的一些 knowledge， 我需要提高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才会把我自己从 I 人 push 去 E 人。你现在还会内耗吗？现在的话，内耗还是会有，可是我的内耗会是在于我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因为整个团队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人才进来的嘛，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付出的努力超多，分分钟也比你更多，你不想辜负他们，你也会一直在想可以怎么样把他们带去更高的一个点。因为他们进来就是因为相信你，所以你没有去开创一个更好的 market 或者更高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给他们的话，他们怎么样可以在你这个公司继续发展呢？就会内耗吧，你会更 focus 把它转移迈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 ，OK， 我会把我的内耗转去一个动力。我所有的内耗，我就会 question 回我自己：为什么我现在内耗？是我做不对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又该做什么东西？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思考。当你以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清很多路。像 Estelle，很多人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就一直动不起来。就可能看到你这样子，哎，觉得很羡慕你是行动派。像你这样积极啊，这样强的执行呢，为什么呢？那个推动力来自于什么？推动力来自于你不想再失去，就是我不想再失去在我面前的机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可以看得到身边其实很多机会，只是我没有去 grab， 我也 grab 不到。因为有时候就算你想要去 grab 个机会，可是你自己 not ready， 你怎么样 grab 那个机会？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然后你 grab 不到机会的时候，你又自己在那边懊恼，又自己在那边后悔。可是我觉得这些懊恼和后悔是我不想要持续的，我觉得太累了，内耗也很累，后悔也很累。这样子的话，行动哦，行动就是那一个最好的路嘛。那个答案已经在你面前了，做就对了。Estelle，其实做餐饮真的很不容易，好像你是在10多间店，要管理这样多的员工。但其实看回去了吧，你一开始做餐饮的时候，你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一开始我们踏入餐饮的时候，其实社会很现实嘛，就是资金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来认知，我们对餐饮的认知也是很有限，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第3点，就是因为我是跟我的 brother 我们一起合作创业嘛，所以当2个人都在这个餐饮业的话，这样子的话你要听谁的？每一步你的刚刚开始start一个 business，每一步和每一个决策都要听谁的？
所嗯以你会需要很多的理解和包容。因为我会觉得，当亲情就是家人一起做 business 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很相信对方和去包容对方，因为成功的道路千百条，你不可以去道德绑架另外一半，就是你的家人。当你道德绑架的时候，你一定会 expect，你是我的亲人，你是不是一定要更了解我？你不用紧，你帮我做多一点呐、我很累啊，你帮我扛多一点哦。我觉得这些的东西都是我们会尽量去避免的。因为你一定要很清楚认清你应该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 business 成的话，你一定要去做好你自己本分要去做的东西。As I said，成功的道路千百条，如果这次做错，我们就再重新来过。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在这个business 里面。 ，Estelle，这样你有在创业路上领悟到什么？是在学校学不到的吗？人情世故，人情世故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学校不会教你的，可是你一定是需要出了社会，你才会学习到的东西。因为当你学会做人了之后，其实你后面的路会很顺。就 for example，比如很像来一开始可能我出来的话，当有人帮我的时候，当遇到贵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用紧，就让他们帮，可能就不会觉得自己去反思人家为什么帮你。你一定要学会去感恩，这样子的话，你们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 relationship。因为毕竟人家还是你的恩人嘛。另外一个点的话，就很像 for example，你的员工，你不可以因为他是你的员工，也不可以因为他是你在给薪水的那一个人，你就觉得说他一定是要为你所用。你一定要 show 足够的 respect，你一定要 show 足够的 understanding，这样子你们的 relationship 才可以持续长久下去，你们才可以再继续的一起去开更多的门店也好，或者需要更高的一个高度也好。Estelle，其实一路走来，有没有某个建议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啊？有的，就是在我们开第二间的 Palace and Bagel 之前，其实这一间店的话，我们本来打算是开成泰国餐。嗯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厨师他是有泰国餐饮的 background，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想要往泰国餐，就是开创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以这个泰国餐的方向去的。可是很恰巧的同时，那个时候就是有靠到贵人，他们为我们引荐了一些其他餐饮的资深人做 business，他们就跟我们一起分析了整个大环境和整个大 market。当被分析了之后，我们就会更 focus on，就会更觉得说，OK，我需要 scrap 掉这一个 plan。其实我们的那个 3D plan everything 全部都出来了，已经要开始动工做 renovation 了。就是因为聚焦，就是这个贵人让我们了解，让我们去领悟到聚焦的重要性。That's why 我们才会 last minute pull back the plan，变成去开 second 的这个 Blessing Bagel。就变成现在的独立式洋房的贝果了。这样，Estelle，接下来你可以透露一下你接下来5年有什么一些目标或是一些想法吗？我们打算在今年开始，因为过去4年我们都是开在所谓的街边店，是还没有进到 mall 开的，而且全部都是在新山区。而今年呢，我们都是在规划着进着 mall，which 我们已经是有跟 mall 签下了一些 deals，所以在今年的 expansion plan 里面是会开始进到 mall。街边店跟 mall 的差别在于哪里？其实它的整个规模规划都更需要提前准备。因为当你街边店的话，其实人家对你的 renovation 没有任何的 requirement。然后你进到了这个 mall 的话，其实你的 renovation 也好，你的那个 operating hour 全部都好，其实就是一定要跟着 mall 的 standard 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坎，是一个坎，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再突破自己的一个点。所以在今年的话，我们一定会往 mall 去升级，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 brand，因为毕竟 mall 的人潮也比较多。而在明年，我们很想要的是可以进到 KL。就是可以发展到 KL，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在今年发展到 KL，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柔佛新山它现在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嘛，就是新加坡是在隔壁而已，然后我们又在新山正市区，很适合我们在这一整个地方去发展，而且其实我们的开始点也是在新山这里起步的。所以我们想要稳着整个新山的 market 先 before 我们去到 KL，
所以在接下来可能明年的话，可以的话，我们就想要升到 KL，进到 KL 这一区，然后再把这个品牌打到更好。这样也是我们看了，就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大环境来讲，有很多挑战，可是其实也是有一些机会。就好像这几年你都有看到一些机会，抓到那些机会去发展起来。这样你的角度来看呢，有目前大环境有哪一些机会是年轻人可以去把握的一个缺口吗？我认为机会现在是在于柔佛新山区，因为毕竟柔佛新山区它是一个对餐饮业来是一个booming 的一个 location。它呢有这个邻国新加坡人进来去 spend， 因为新加坡人会进来 spend 的话，新加坡人会进来基本上都是来 spend 的，他们会需要吃，会需要住，会需要做 grocery shopping。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往做餐饮的也好，做这些accommodation 的也好，你都会被互惠到。因为他们的这些人都要来这里嘛。那么 Estelle， 如果今天一个20到25岁的年轻人，他来寻求你的建议，他想要达到好像你这样的成绩，你会给他这样的一些建议呢？我会给他的建议会是坚持，你一定要够坚持。当你卖了一个决定，你就不要去后悔，你一定要的 action 和坚持，继续把它做好，因为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只要每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就想回去，你为什么开始？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是不是一个考验？你把它 take it as a 考验的话，你其实会比较可以过得去这一个坎。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功的话，你会想要跨过去这一个坎。而且，其实你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整个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口，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遇过吗？你要去问回你自己，他们一定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他们又怎样去克服，怎样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他们为什么可以克服？为什么你克服不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去问回你自己。每当你有这样子的疑惑的时候，你就问回你自己，人家做对了什么？我又没有做到什么东西，导致于我没有办法克服。总之，如果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就想回去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去领悟，去学习。